迎大家收睇呢一期嘅財經坦白講，我係 Cindy， 我係 Simon， 我係 Arnold。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繼續傾呢個特朗普上台之後對於其他國家有咩影響啦。咁首先就係中國啦，同埋香港啦。咁其實咧從股市嗰個表現咧都睇到咧，其實股市咧係有啲震盪嘅，對於特朗普上台之後。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大家都好似冇咩方向咁樣。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咧？就係唔知咯，就係唔知。係啊，因為其實存在不確定性啊嘛。之前都講過，關稅嗰啲嘢我哋知㗎啦，佢一定會同你傾 deal 嘅。係。但係究竟係點傾咧？會唔會真係加60%咧？你覺得？加唔加60%？你要睇中國嗰度究竟係有啲咩？係啦，中國嗰邊其實都有一個反應出嚟㗎啦。咁就一如以往嘅立場啦。你究竟都係睇住冇，佢就唔會自己先出招嘅。咁啊係啦，佢就要等你出招嘅。咁啊等你出招就到時睇下點咯。咁有啲即係話美國會唔會一開始就即刻向中國出招咧？咁上一次特朗普當選咧，其實佢都等咗2年之後先出招嘅。咁但嗰陣時就幫助中期選舉啦，咁就去拉翻啲幫共和黨去拉票啦。但係今次又冇呢個需要啊嘛，講咗好多次就係冇需要幫共和黨去站台嘅。而且咧，你睇翻今次咧，共和黨咧係除咗總統贏咗之後咧，仲控制咗參眾兩院嘅。基本上佢喺未來2年嘅施政咧，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如果係合乎咗共和黨利益嘅話，咁其實基本上都會過㗎啦。咁喺嗰個層面上面咧，下一次中期選舉咧會係因為美國係講制衡㗎嘛，咁唔會想一方做大嘅。佢哋普遍嚟講啲人民去，所以佢啲人咧投票咧，下次咧係好大可能會偏翻去民主黨嘅，令到去參眾兩院去制衡翻個總統啦。係啊，唔好俾佢擁有太大嘅權力咁樣樣嘅。呢個係一個過去嘅習慣啦，唔知佢會唔會對上嗰次都係音樂椅咁樣輪流坐下啊嘛。咁既然佢唔需要理中期選舉嘅時候，佢可以加速佢對中國嗰啲政策，佢可能可以上任之後，可能明年年中年尾左右，其實已經係一上任，啲人一上任，其實可能已經開始同中國去傾㗎啦。但係到我哋真係傾到咁上下，到我哋知可能係年中年尾嘅事啦。係啊，咁呢度就係究竟又係買幾多佢嘅大豆啊，買幾多佢嘅粟米啊嗰啲咁，呢樣嘢就一定㗎啦，一定㗎啦。咁另外佢又曾經提過一樣嘢啦，咁就係講緊佢會對一啲貿易逆差大嘅國家徵收，可能佢哋買美債嘅時候，可能要俾多啲嘅俾多啲嘅手續費啊嗰啲咁樣樣啦，即係擺明就係同中國講緊啦呢個，因為中國而家係美國最大嘅貿易逆差國啊嘛。係啊，最大嘅貿易逆差，雖然第一位即係入口國係墨西哥啦，但係墨西哥係排第3㗎嘛。係，即係如果你按個量嚟講。係啊，墨西哥個貿易逆差係排第3嘅啫，最大仍然都係中國嘅。咁佢就擺明就係針對中國啦。會唔會喺呢度唔俾你買美債，又要收又即係派息又派少啲俾你啊？定係點咧？咁呢啲都係 deal 嚟嘅。唔會係一啲即係話唔會係一啲好硬性規定去直接出台嘅。通常就特朗普好習慣就係講咗你就好狠嘅，即係佢有啲就係話譬如 let's say 喺台海問題上面，佢都講咗我唔會保護台灣嘅。係你交保護費啦，你交多啲軍餉咪軍費。咁呢個好係自己保護自己。呢個好係佢嗰個作風嚟嘅，即係生意人嘅作風。首先唔係講政治正確，唔係講國際關係，係講咗利益先。咁嗰度佢其實要真係佢真係唔理台海，其實係好難嘅，因為都係嗰句，呢個係美國成個共識嚟嘅。係啊，亦都係美國喺喺成個亞洲核心利益所在嚟嘅，所以佢唔係唔理嘅，佢只係拗嘢嘅啫。
咁喺呢個位究竟中國又俾到幾多？另外台灣又俾到幾多？呢樣嘢就係佢自己心裏邊個盤算啦。咁嗰個做 deal 就係我個位咯，即係喺中間好多障物啦。咁佢可以，佢可以，你知道佢可以一時就同佢話同邊個係 friend，一時就喺度鬧另一個佢係傻仔嚟㗎，咁佢完全都唔夠我嚟㗎。咁係啊，呢啲位係啊，佢改口實在太容易啦，所以你生意佬嗰種係啊，佢一日就可以，聽日就係咯。而個問題咩啊？佢啲支持者 buy 啊嘛，咁你有咩？你冇辦法㗎。咁你輸咗選票嗰班，你就要受㗎啦。不過可以理解嘅佢做方，因為其實佢做生意做得多咧，咁你出去傾生意嘅時候，你一係你開嗰個一定唔係 best deal 咧，你一開你就開一個唔咁優惠嘅，睇下對手點樣還價，跟住佢就再諗下，再俾翻你另外一個 deal。咁其實佢一開頭講啲嘢咧，一定係最強硬嘅，跟住再試探你嗰個底線係點樣，即係心理個底線係點樣，跟住佢再出招咁樣咯。所以其實都幾有趣嘅。我覺得佢上台係即係個世界嗰個政治係多咗趣味性嘅，我覺得係咁其實佢即係佢加關稅呢度咧，其實我都有所保留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佢係咪真係咁快會同中國加關稅咧？其實我覺得佢要自己睇翻美國即係內部個通脹先啦。即係如果真係個通脹都未落去嘅時候，佢加關稅嘅話，咁佢投票嗰啲又係俾佢嗰啲又係底層嗰啲人。咁如果佢哋 feel 到佢日常嘅開支你上咗台之後，你又加關稅，跟住我買嘢又貴咗，我話咁。唔係佢會喺能源方面咧，佢會壓一壓能源嗰邊噶啦，佢又會同中東嗰邊又做其他 deal 噶啦，係啊，所以成件事拉翻落嚟，我覺得因為始終同上一屆唔同啦，即係佢上一屆嗰陣時，即係對中國政策雖然喺奧巴馬嗰度開始改啦，但係嗰陣時個共識未係咁強，而家個共識係比8年前強咗好多。咁喺呢個位佢唔會真係唔做嘢嘅，會做嘢。你話係咪去到60%咧？咁唔夠膽講，因為都呢個就係做 deal 嗰樣嘢啊。佢一開就60%，咁佢可能到時出嚟就同啲支持者講40%已經好，佢哋已經好傷啦。咁所以我哋40%先啦，咁樣。嘅會類似係啲咁嘅嘢，咁就停咗喺度咯。而個問題就係中國點應對？第一樣嘢就係中國已經盡量去減持美債啦，即係話唔盡量收完啲美元都唔係買美債呢樣嘢，佢應該唔係咁高興嘅，咁所以到時可能要買翻多啲啦。第二樣嘢就係會中國嗰個會唔會可以再上次特朗普增加關稅嘅話，咁中國係做咗一個匯率降低咗匯率啊嘛，咁令到佢整體個出口其實就冇乜點樣去跌到嘅，但係其實都有傷嘅。咁如果而家嚟計，咁佢會唔會又可以再貶值咧？咁再貶值到可能同港幣差唔多啦，係啊，咁樣就呢一樣嘢就。會呢一樣嘢就要睇翻佢佢而家手上邊嘅手段咯，因為佢都要嚟處理下佢裏邊個通脹嘅，因為佢始終都有嘢入口嘅。咁入口嗰陣時，佢會唔會加劇到國內個通脹，令到個經濟唔係算好好嘅情況之下，個通脹仲上咧？咁去到產生咗滯脹嗰個情況之下，佢點樣處理咧？呢啲係佢要最大嘅問題咯。但係點樣情況之下，佢都係接招嘅，佢唔會主動出招嘅，即係話又唔會主動去制裁美國啲乜，亦都唔會主動話先增加先撩特朗普啊。係啊，暫時嚟講底氣唔係。即係話如果你主動出擊嘅話，底氣唔算夠。咁除咗關稅方面咧，其實我覺得都另外有一啲即係技術性嘅公司，可能都會受到啲影響嘅，譬如醫藥啊，同埋一啲
即係高科技嘅晶片啊，咁美國我覺得應該去繼續去即係延續佢而家嘅即係出口，即係技術出口個限制。呢個就係冇分別㗎啦，即係我啲技術嗰啲嘢，反而就係可能即係真係技術上邊可能真係如果 Elon Musk 佢有啲參與嘅話，可能真係可能會有少少鬆綁，因為佢都其實想喺中國裏邊攞一啲數據咧，同中國嗰邊都相對友好。咁會唔會嗰度有少少可以鬆綁咧？有啲位可以鬆綁咧？咁其實唔知嘅。另外都講下香港啊，香港你哋覺得點啊？香港會好定唔好？好難講嘅，但係我諗緊，如果佢個關稅咧，淨係因為香港係獨立嘅關稅區嚟噶嘛，如果佢唔 include 香港嘅話，其實對香港有利嘅。而家真係有啲嘢係可以喺香港出口。而家真係可以唔 include 香港咩？咁啊，唔知啦，係啦。係啊，嗰個其實同即係點講？其實特朗普當選同埋何錦麗當選對香港個情況，我諗冇太大分別。香港已經唔係一個議題啊，即係香港已經對美國嚟講唔算係一個議題，所以其實佢哋都係當係同一樣嘢去處理咯。對香港個影響老實講，特朗普你有啲咩可以巴緊咧？即係話例如最多可能釋放黎智英咁樣我類型嘅嘢去巴緊嘅啫。係啊，而其他嘅話，你慢慢都係即係睇翻香港越嚟越多公司制裁啊，嗰啲會繼續做啦。牽涉到即係因為牽涉到俄羅斯嗰邊啊嘛。係啊，咁其他嘅話，因為佢一禁咗對中國一啲基金嘅投資啊嗰啲咁，其實都已經係展現咗入嚟㗎啦。咁所以你話特朗普定何錦麗，香港都差唔多，應該就冇乜太大分別。我覺得香港反而係美金對香港嘅影響係低啲。你邊個上台就唔係。但係聯繫匯率就佢影響唔到嘅，即係除非佢咁夠僵，即係唔俾香港用 Switch 嘅啫，咁就真係有啲問題啦。即係香港真係要好大力去應對。如果唔係其他嘅話，我諗其實唔會做到。亦都頭先講咗唔係焦點啊，唔係焦點唔會花太多心力去處理。咁下一個焦點可能係歐洲啦，歐洲好關心呢個。特朗普嘅當選之後會有啲咩影響嘅？其實咁下一期我哋傾下歐洲先。好。